此处空间并不算高，韩立转瞬间就接近了顶部，看着头顶处灰蒙蒙的云雾，他全身灵力运转流动，双目蓝光闪烁，停下了遁光。在明清灵眼之下，空中的云层呈现出了淡蓝之色，但是这些云层后面却有一层薄薄的银纱状的东西，悬浮在高空一动不动。难道这就是那些灵界修士布置的禁制？韩立心中一动，单手一抬，五指一张，一颗青色光球浮现在手中。下一刻，光球飞射而出，无声无息地融进了云层中。片刻后，韩立清楚地看到，光球丝毫问题没有，穿过了银色禁制，在飞出去10余丈后，仿佛撞到了什么，自行爆裂了开来。韩立神色一动，当即身上青色灵光闪烁而起，人就化为一道青红，直接飞入了云层之中。即使先前试探过了一番，韩立在穿过银色禁制时还是提心吊胆，好在安然无恙地通过，并没有触发什么禁制。看来这座灵庙园残骸的禁制竟然真的只是针对古魔而布置，就不知道此药园的4分5裂是不是也和古魔有什么干系。韩立不知为何脑中又有了这种古怪的念头。一过禁制，韩立自然放心了下来，将神识和明清灵眼全开，一寸寸的在空间壁障上检查了起来。数十丈大小的面积，不一会儿就检查过了一遍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韩立完全从得到灵药的惊喜中冷静了下来，知道自己的麻烦恐怕要大了。他低手看了看下方，那些轻纱一般的银色禁制闪闪发光，有些惹眼，但犹豫了一下之后，最终还是没有过去研究什么。那银色火焰的厉害，他可记忆犹新，他可不想无故触动此禁制，给自己带来什么杀身之祸。韩立在空中又再检查了2遍后，叹了一口气，满脸失望地从空中降落回了地面。主人，没有发现什么，看此处真的是完全处于封闭之中，没有什么可利用的漏洞。这岂不代表我们可能要永远被困此地了？可以凭空劈开空间的神通，那可是化神期修士才能做到的事情。韩立听了此话，没有反驳什么，但眉头却是更皱了3分。忽然目光闪动几下，他向一侧的某面空间之壁走去。银月愣了一下，随后紧跟而去。走到离空间之壁数丈远的距离时，韩立也不说话，双袖齐抖，顿时一阵金光后，数十口飞剑从袖口中飞射而出，然后在法诀一掐之下，转眼间就在头顶处凝结成了一口金色巨剑，丈许来长。再一抬手，韩立冲此剑一指点，轰隆隆的雷鸣声大响，金色电弧从剑上跳跃而起，辟邪神雷被他毫不犹豫地激发而出。接着又一张口，一缕紫色火焰轻飘飘地脱口喷出，也击在了剑身之上。顿时巨剑上紫焰金光交织闪烁，雷霆霹雳之声更是接连不断，声势大增。韩立口中一声低喝发出，巨剑在低空一个盘旋回绕后，化为了一道金紫色的惊鸿，对准对面的空间之壁狠狠斩下。一声巨响传出，前方爆发出了刺目耀眼的光团，整个空间都被震得晃了一晃，嗡嗡直响。韩立急忙2手一掐诀，惊鸿嗖的一声飞射而回，惊人的光华一脸重新还原成了巨剑。而前方刺目的光芒渐渐消失后，韩立凝神细看了一眼，眯起了双眼。银月在后面同样也看得清楚，只见前方空间壁障被巨剑斩切之处，丝毫破裂都没有，仅仅是扭动晃动了一会儿就安然无恙。此女娇容上露出了一丝沮丧，而韩立目光闪动不停，不知在思量些什么。小子，你这样就想打破此处的空间了？这简直是白日做梦之事。哦，看来前辈知道如何出去，还请前辈赐教一二。想从此出去，先想明白了自己如何进到此地的。你真以为当初你和那古魔之魂的全力一击，就能随便打开空间裂缝，进入到其他空间？前辈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
这里的空间残骸原本就经过一番精变才勉强保留下来的，经过这么多年了，早已处在了泯灭的边缘了。你刚才也看到了，障壁被巨蟹一击都会摇晃不已，而据古书上记载，空间之壁颜色辉煌暗淡，正是整个空间不稳的先兆。多半你们在人界的一击，又恰好击在此地和人界空间的最薄弱之处，这才侥幸破开此空间，到达此地的。最薄弱之处，我和银月都已经寻觅过了壁障的每一处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愚蠢！空间的最薄弱之处，可并非指的是四面八方的壁障，而是在这空间内部的任何一点都可能是的。只要你往四壁边缘处寻找，自然没有什么发现了。而且整个空间已经不稳了，多半这个薄弱的一点也在整个空间中游走不定。你们好好寻找一下，应该不难发现的。空间的任何一点。韩立一听这话，顿时恍然了起来。他毕竟修为尚浅，对空间的知识的了解，自然不能和大眼神君这等活了上万年的老怪物相提并论。但经过对方略一提醒，也立刻了然于胸。当即韩立闭上双目，将强大的神识放出，开始在整个空间内一点点地搜寻起来。这一次耽搁的时间并不长，仅仅一盏茶的时间就找到了想要寻找的东西。韩立也不起身，身形灵光一闪，化为一道青虹飞至了那座石亭之中。光华收敛之后，韩立身形露了出来，他立刻盯着亭中5-6丈高处的某一点，倒背双手的眸中蓝芒闪动，那里看起来空空如也，但是在韩立眼中却隐隐有一个淡蓝色光点存在那里，只有米粒大小，模糊暗淡的样子。用神识仔细感应，附近还有微弱之极的灵气波动散发而出，看来就是这里了。韩立脸上露出了欣喜的表情，略思量了一下，手掌一翻，一柄血色小剑从手心处凭空浮现。怎么，你要动用此剑？不错，先前的一击我已经很清楚，即使找到了最薄弱之处，凭我本命法宝的一击，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破开屏障的。单以破坏之力而言，自然以这口血魔之剑威力最大。我姑且试一试再说。我劝你还是不要白耗损元气了。你先前施展了古怪秘术，让自己修为大举提升，在和魔魂互击之下才展开的空间裂缝。现在的你觉得有可能做到同样的事情吗？你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将修为进阶到元婴中期，然后再借用那张有意思的符箓和血魔剑，这样还有几分可能击开壁障的。进阶到元婴中期，这可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。即使此地灵气浓密异常，又有灵丹辅助，进阶到元婴中期也要20-30年的苦功才有可能。20-30年内这个空间又不会塌陷，你怕什么？若是在外界修炼，光凭打坐修炼，以你的资质，没有100余年时间，进阶元婴中期的念头都别想有。大眼神君冷哼了一声，似乎对韩立的贪心有些不满。韩立脸上神色阴晴不定，他所指的丹药自然是降云丹，有此丹相助，他才有把握30年内修炼到元婴初期的大圆满境界，然后才能开始冲击瓶颈。此丹药的一味主要原料无法移植，也就代表他原本就必须在这空间将丹药炼制完毕才行。而在此空间若苦修10年再离开，韩立倒也没什么好抵触，这里灵气浓郁之密，甚至要比他原先布下灵眼之物的洞府更是强上数分，这自然是一个难得的机缘。唯一让韩立担心的是，自然还是被封魂咒所困的南宫丸，他可是急着要回去用那火禅术的妖丹给家人解除毒咒。不过南宫丸所留玉简所说，他用秘术大概能将毒咒发作的时间拖延至上百年之久，耽误这20-30年的时间应该不是问题才是。韩立细细思量了半天，不得不得出自己还真要困居此空间好长一段时间的结论，不禁苦笑一声，一脸的无奈之色。银月，你将那些灵药都采摘回来，我们即日就
开始炼制灵丹。韩立抿了抿嘴唇，不再迟疑。银月在一旁自然也听到了韩立和大眼神君的交谈，听到没有办法离开此空间，也就心安了下来。那种困居一处的滋味，他再也不想尝试了。于是这时他嫣然一笑后，口中答应了一声，立刻从韩立手中接过了一堆瓶瓶罐罐，身形轻灵灵地飞到了一边，开始处理那些灵草灵木。韩立则在石亭中间毫不客气地盘膝坐下，再次将那块记载上古丹方的玉简拿出，仔细研究起降云丹的炼制之法。这里的灵草有限，韩立自然不敢对炼制此丹有丝毫马虎之意。天南东域国的宁州，是紧挨着坠魔谷所在之地昌州的一处不起眼的小州。此州内和昌州茂密无边的山岭地带完全相反，到处都是黄土荒坡，罕有树木河流出现，故而居住在此州的修仙者也是少之又少。只有一些小型的修仙家族占据着此州寥寥无几几块低劣灵脉，倒也逍遥自在，无人与其争夺什么。在宁州西南边有一处叫做灵林山的山岭，就是此州仅有的几块灵脉之地之一。这座灵林山面积倒也不算太小，足有100余里之广，但是山岭的灵脉却只有区区10余里而已。仅仅是灵林山的主峰和附近的2座小山头，才勉强可让修士打坐修行。但就是这么狭小的地方，却同时有1大2小3个修仙家族居住于此，正好分别占据3座山峰。这黄、李、王3家被迫在宁州这种灵气匮乏的地方定居，当然都是一些不入流的小家族。就是其中实力最强的黄家，不要说结丹修士，就连筑基修士也只不过只有2人而已，其余的门人弟子都是一些炼气期的低阶弟子，而且多以3、4层等境界的居多，甚至3家还有数千根本就没有灵根的家族子弟，不得不居住在灵林山外围的地方。3家挨着如此之近，还能安然相处，并无事端，平常交情自然也算不错。甚至近100年来，3家弟子不乏相互通婚，结成姻亲之好。终究是其根源却是在这灵林山，虽然灵脉品质实在不怎么样，但是3家却在主峰之顶共拥有着一种不知名的奇异灵泉。此灵泉虽然不是灵眼之泉那种世所罕见的灵眼之物，但也是一种具有神奇功效的灵物。用此种泉水外加一些灵药浸泡，冲作灵茶之后，可以让炼气期5、6层以下的低阶弟子在一定程度上洗髓易经，对以后的修炼大有好处。这也是3大家族虽然知道此地实在不是什么好的修炼之地，但仍咬牙坚持在此不走的主要原因之一。不过此灵泉虽然有此种奇异效果，但却不是常年都可使用，而是每年只有固定的几日会有从地下涌出这种灵泉，每次的泉水少得可怜，根本不够3家分配。如此一来，3家族中长老早年一番商量，干脆3家共同派人将此灵泉封死，每隔10年开启一次，10年灵泉积攒的泉水数量就完全够3家一次使用，而每隔10年也正好是3家新进弟子成长出现的时间，也不会造成灵泉被浪费挥霍的问题。这区区一口灵泉就让3家不得不绑到了一起，共同守护使用这等灵物，并每隔10年开启一次灵泉，给家中的年轻弟子服用后益精乏髓，